你知道吗？其实卡片盒笔记最强大的不是写笔记，真正让它变得与众不同的是那些看不见的连结。前3集我们一起种下了一棵棵思维的小树苗，这一集我要带你把整座森林编织成一张会呼吸、会生长、会对话的知识之网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Alice 习道笔记，这里是陪你一起练习生活、练习思考的过日子不佛系单元。我是 Alice。经过前几集的努力，我们已经把主笔记最难的部分都搞定了，写了内容，下了标题，编了编号。但是当你的卡片从10张变成100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。明明印象中有写过一张卡片，但怎么找不到？救命啊！总不能每次都把整个卡片盒从头翻到尾吧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为卡片建立入口，好让我们以后有机会找回它们。然后还要帮卡片建立横向连结，让原本一条条独立的思考线交织成一张立体的网。如果你已经看完前3集实作，那这最后一块拼图千万不要漏掉。在开始之前，先把镜头交给棚外的 Alice 记者。大家好，主播好。为了不在卡片海里迷路，我们第一步要设关键字。书上说，选关键字要思考未来这张卡片要用在什么地方。这句话听起来很漂亮，但主播我没有预知能力呀，我怎么知道未来会用在哪？确实有点悬，所以我把这个原则改成一个更简单的版本。如果你依稀记得写过这张卡片，但忘了它在哪，你会用什么字去搜它？那个字就是你的关键字。这我就懂了。就像我要找这张 1.1 的卡片，我大概会搜背诵、重点、理解力，那我就把这3个词写在最下方。所以这4张卡片的关键字是卡片 1.1 背诵、重点、理解力，卡片 1.1A 阅读、舒适圈、理解力，卡片 1.2 阅读、检视阅读、分析阅读、主题阅读，卡片 1.2A 分析阅读、分类。没错，关键字不需要很学术，只要贴近你个人的直觉就好，因为这些面包屑是留给未来的你自己看的。写好关键字后，我们需要做一件苦工，抄录到索引卡片上。因为纸本卡片不能 Ctrl+F 搜寻，所以我们得自己动手做搜寻引擎。国外通常用 A 到 Z 当索引，但我是台湾人，中文书为主，所以我用注音符号。Alice 开工咯。这是一项苦工，但为了未来方便，我忍。首先拿出卡片 1.1， 第一个关键字是背诵，我就抽出这张索引卡，在上面写下背诵，代表我有这个关键字。然后再拿一张空白卡，标题写括号1，括号1代表第1页，内容抄下卡片的编号、关键字和标题，编号 1.1， 关键字是背诵、重点、理解力，然后标题背诵他人整理好的重点无法增进理解力。下一个关键字是重点，就去知那边登记。理解力就去了那边登记，以此类推，直到所有关键字都登记完毕。等等 Alice， 如果以后关于理解力的卡片越来越多，那其他了开头的关键字就会被淹没了。嘿嘿，这时候就要升级了。当某个关键字变成热门词，例如出现3次以上，我就会把它拉出来做成一张专属卡。比如说，如果又出现一条理解力的记录，先在关键字前方标上星号，表示独立成一张卡。再拿一张新卡，标题写理解力括号1，把所有关于理解力的卡片都抄过来。这样以后我想研究理解力，直接抽这张卡，所有精华都在上面。太棒了！索引笔记除了搜寻特定卡片外，还有一个隐藏功能。还记得新增卡片要接在最相关的卡片后面吗？但盒子那么大，怎么找？你不需要一张张翻，
而是先翻开索引卡看相关词条。当我们浏览索引卡上的标题时，就会唤醒你对内容的记忆，很快就知道，我要接在这张卡后面。虽然我们已经用编号把卡片串成一条条讨论串，但你会发现卡片之间的关系绝对不只有前后2张这么简单。有些卡片就像没有血缘关系，但见面会聊得很开心的朋友，或是住在不同城市的远房亲戚。那这种跨串跨主题的连结要怎么做呢？如果是数位笔记，就是双向连结。纸本的话，我们就用最原始的方式，拿色笔写上去。像我这张卡片的内容是 ZK， 也就是卡片盒笔记，不是记忆工具，所以我们要谨慎选择想放进盒子的资讯。但谨慎选择这件事让我想到另一个痛点，过度谨慎会让人不敢下笔。那个惨痛经验，我其实已经写在另外一张卡片里了。我就在这张卡片的底部用紫色笔补上一行，见编号。永久笔记让人陷入完美主义，了解谨慎过头会发生什么事。这里我写了3样东西：一、卡片编号，告诉你去哪里找到这张卡；二、标题，可以预览内容；三、理由，这很重要，不然半年后我可能会忘了为什么把它们连在一起。这就是纸本的超连结。当你这么做，你的卡片盒就不再是一棵单纯的思维树，它开始变成一张立体、错综复杂的知识网路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掌握卡片盒的主要流程，但我想加码分享一个小技巧，帮参考笔记升级。我们要回头把这本书彻底吃干抹净。记得我们第1集做的这张参考笔记吗？上面有章节和摘要或简评。现在我们的主笔记都写好了，我们要把它们的编号和标题抄回这张参考笔记上。Alice 记者，请示范一下。好的，主播。以卡片 1.1 为例，我就在希望底下左栏写 P12， 右栏写 1.1， 背诵他人整理好的重点无法增进理解力。再看卡片 1.1A， 左栏写 P14 到18页，右栏一样抄下编号与标题。接着轮到卡片 1.2， 内容是第2章的重述，所以我们要先抄章节名称。C2， 阅读的层次，然后在右栏的下一行写 1.2， 至少要分析阅读才能读透一本书。再示范一张卡片 1.2A， 左栏写 C6， 右栏写一本书的分类后，右栏的下一行写 1.2A， 深读前先判断书的分类。这样一来，我们读书时的思考精华也记录在参考笔记上。平常我们做笔记都是边读边写，按照章节顺序一行行累积，做完后你的参考笔记就变成一本浓缩版的读书笔记。未来你想复习这本书，只要抽出这张参考笔记，一、书的骨架也就是章节有了；二、你抓的重点精华也就是主笔记标题也在上面；三、你甚至能回想起你的感想，所以评论也都在里面了。这等于你已经把这本书彻底消化了，读透了。这就是分析阅读。很多人在介绍卡片盒笔记时，一开始就谈灵感笔记，但我觉得灵感这个东西得先肚子里有点墨水才会冒出来吧，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。我自己常常在写主笔记的过程中，脑袋会突然跳出一些想法，这个时候我通常会写成主笔记。但灵感这种东西通常是野生的，如果它出现时我不在书桌前呢？很简单，有什么就用什么，餐巾纸也行，便条纸也行，手机备忘录也行，但是也因为太琐碎，灵感笔记非常容易弄丢。所以重点不是写在哪，而是之后怎么处理。处理灵感笔记有2大黄金原则：集中处理和愿意回顾。Assistant for Writing 的作者 Dodo 建议设一个待处理区，像是小篮子或资料夹，把灵感笔记集中放在同一个地方，
至少每周检查一次。另外再设一个休眠区，把暂时用不到的灵感先放着，过一阵子或许会看出新的火花。我自己则集中在2个地方：一、电脑日记，用短文记下当天的想法，吃了什么，看了什么。因为回顾日记很有趣，所以我不抗拒打开它们。2、摘录本，零碎的句子或灵感，我会抄在一本喜欢的笔记本里。因为喜欢它，我当然会没事翻一翻。这2个方法也很棒，重点不在工具，而在2件事：集中处理，愿意回顾。这样灵感就能成为卡片盒的养分，而不是散落各地永远找不到的小纸条。好了，恭喜大家，到这里我们真的完完全全的把一个可以运作一辈子的卡片盒盖好了。今天的作业很简单： 1. 替卡片选关键字， 2. 根据关键字建索引卡， 3. 建立跨讨论串的连结。这系列的实作篇到这里先告一段落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怎么把这些卡片变成文章呢？别急，现在你的卡片盒里可能只有10几张卡片，它们还太少太孤单，还没办法产生那种精彩的化学反应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我希望大家专心的做一件事：累积。去读书，去写卡片，让它们在盒子里慢慢发酵、连结、生长。等过一阵子，大家累积够了，我会再回来继续分享我的经验。如果你在实作上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们一起交流，一起找出答案。我是 Alice， 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赶快去累积你的卡片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